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厨师，欢迎来到天天相见厨房。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给我一个小爱心哦。把鸡蛋液倒进洋葱里面，出锅以后没想到这么好吃，这种做法非常的独特，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没有这样做过，更是没有吃过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炒一盘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美味，做法非常的简单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你做一盘的话，肯定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好吃，还要香，不管是用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。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。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洋葱、母鸡蛋、小葱、大蒜、生姜、小米椒、红椒。把它对半切开，洋葱切开以后再改刀把它切成薄片，要切薄一点，不要切得太厚了，切得太厚的话炒出来就没那种香味。再改刀把洋葱给它切成末，我们也要切细一点，不要切得太粗了。洋葱像我这样全部切好以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，打入2个正宗的母鸡蛋，或者是3个。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的人数来定的。如果家里的人口多的话，可以多打几个鸡蛋液。我们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，最好是顺着同一个方向搅拌，会更均匀一些。鸡蛋液搅拌均匀，我们先放一旁，然后把鸡蛋液倒进洋葱里面。再加入1小勺食用盐，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鸡蛋液都裹满着洋葱。所以洋葱炒鸡蛋以后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不管是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，炒出来也非常的好吃。洋葱像我这样搅拌均匀以后，先放一盘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把小葱，直接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。我们把葱叶给它切成葱花，葱花切好以后，直接放到洋葱里面。放进来以后，我们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我们要把葱叶和洋葱给它直接融合在一起，这样洋葱炒蛋就非常的美味了，特别的香辣。搅拌均匀，先放一边。接着就是准备一些大蒜，给它切成蒜片。蒜片切好以后，直接给它剁成蒜末，要多细一点哦。蒜末剁得越碎越好吃。蒜末剁好以后，倒入碗中备用。准备1块去了皮的生姜，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姜丝，最后再切成姜末就可以了。姜末切好以后，和蒜末放在一起，再切几个小米椒，把它切成小圈。小米椒敲以后，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剩下来的葱白，我们也把它切成葱花。切好以后，和小米椒放在一起。准备一个青椒，把辣椒把去掉，然后将它切开。切开以后，把里面的辣椒籽将它取出来，不要了。再把它切成滚刀块就可以了。青椒切好以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倒入2勺的生抽，再加入1小勺食用盐，1小勺鸡精，少量的胡椒粉增香，1小勺玉米淀粉，倒满1小碗清水，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，这样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。
搅拌均匀，先放一边。接着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把鸡蛋和洋葱放入锅中。这里我们要开小火，慢慢的给它煎制一下。我们要把洋葱和鸡蛋融合在一起成块，这才是洋葱炒鸡蛋最好吃的做法，炒出来才特别的香。因为鸡蛋和洋葱融合在一起，吃起来就非常的美味了。难怪好多网友留言告诉我，洋葱炒鸡蛋为什么它炒出来没有那么香呢？其实你们都用错了方法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做一盘的话，你们肯定会爱上它。炒出来真的是非常的美味，特别的香。煎好以后，我们再翻过来，把第二面也给它煎一煎。要把洋葱和鸡蛋全部融合在一起，这样做出来的洋葱炒鸡蛋，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。所以我们快速的给它翻炒，翻炒均匀，把洋葱和鸡蛋全部融合在一起了，就差不多了。炒好以后，将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着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。油热之后，把姜蒜末全部放入锅中，再加入1勺黄豆酱，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，翻炒均匀。我们要把黄豆酱给它炒出酱香味，所以我们这里要多炒一会，要炒香。炒香以后，我们再把洋葱、鸡蛋还有青椒全部给它加进来，快速的翻炒。所以我们这里要多炒一会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住觉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然后把调好的料汁淋入进来，快速的给它收汁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这样洋葱炒鸡蛋就非常的好吃了。快速的给它翻炒个6、7、8下，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然后将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，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非常美味又好吃的洋葱炒鸡蛋，我们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，不管是下酒下饭都非常不错，就算是拿来招待客人都非常的有面子。而且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的，这样做出来的洋葱炒鸡蛋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以后，你再也不用去饭店里面吃了，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，免没有添加太多的调料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